我是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怡翔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罗廷伟委员、陈志涵主任。好，那么俄乌啊，川普曾经扬言，说我当选以后呢，24小时里面就让他们停战，到现在为止超过100天了，也没停战啊，而且还现在又放话了，说如果你们再不停战，我们就不管了啊，太难搞了啊。那俄罗斯昨天呢去空袭基辅，造成12死。泽伦斯基说，飞弹是北韩供应的，哇，北韩的飞弹啊。那普丁啊，这个继续打啊，川普就很生气发文说，你这个时机很糟嘛，就要弹劾，你们不是俄罗斯不是说也愿意吗？哦，怎么还去炸人家呢？哦，但是同时哦，人家问川普了，说这个俄罗斯要怎么让步呢？川普说他已经大让步了啊，俄罗斯怎么让步？他说没有把整个乌克兰占去就已经是大让步了，就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美国在后面支援你们早就整个乌克兰都没有了那普丁呢也没有说全部要把你们通通拿去已经是很让步了，你还要让什么步？而且俄罗斯现在说他愿意和谈、愿意和平、愿意停战，就是让步了，还要他怎么让步所以呢，美国的盟邦了，就欧洲接轨要说这个讯号可能错误了，你这讲些什么啊？我们看乌克兰的领土变化，在2022年2月俄乌战争开战以前，他其实把克里米亚拿下来了那时候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音乌克兰这边好像也就虽然反对，但是好像也就是这样，就制裁，就是国际就制裁俄罗斯然后呢，4月到现在为止这个2025年是三年以后呢，他除了拿了克里米亚，他还把乌东的地区拿掉。听说这个部分呢，他们说大概占20%了而且很多地方都蛮精华的那另外这边是有限度的控制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和谈怎么谈，停战怎么停？那乌克兰现在很硬说这个都要还给他，那你俄罗斯会同意吗？俄罗斯会想说，我还没打你以前，只是我已经占领了，现在还叫我把这个还你那美国现在的讲法是我要承认这个，俄罗斯拿掉了，然后这些呢好像一副也默认了，那乌克兰当然很气嘛，就说你这个对我什么意思我们人民也不会同意所以呢，这个川普到底要怎样说现在呢，大概这个川普大概我们这样看大概呢，俄罗斯会得到法律上，以前法律上没有承认，法律上美国承认克里米亚是你的，因为本来克里米亚就俄罗斯送给乌克兰的了，那时候情感好的时候我送你嘛，情感不好的时候要回来，钻戒还我然后呢，事实上承认对乌东4区的管辖权，美国承认然后呢也承认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而且对俄罗斯解除制裁，已经制裁了10年的制裁，然后呢能源工业我们彼此合作，这是俄罗斯可以得到的。乌克兰得到什么？安全保障美国不参与，美国也许不参与，但欧洲派维和欧洲不是说要派维和部队吗？欧洲去吧然后呢，另外呢，俄罗斯归还哈尔科夫小部分的地区，另外呢，涅伯河通行不受阻碍，然后呢，重建的补偿跟援助，我们来协助你。但是美国出多少钱呢？没讲。再说美国得到什么呢？美国核电厂美国营运然后呢，矿场他们24号说要签署那么签了没有？现在已经25号了所以要签署矿产的这个协议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他们就说，那俄乌谈判呢，到底什么时候？你不能一直谈下去啊。川普说2个礼拜以后再来问我2个礼拜，意思说2个礼拜之内可能就会有结论那乌克兰说我们可以谈判，但是我们领土寸土不让，所以泽伦斯基就骂这个川普就骂泽伦斯基，你这阻碍和谈嘛？你这时候放这消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他谈什么和平呢？那美国副总统 Vance 就说，那我们就退出和平协议，你们自己去搞好了。我们看一下。乌克兰首都基辅传来阵阵爆炸声响。
俄罗斯周四又对这里展开大规模攻击，发射高达70枚的飞弹和上百架无人机。70 fired. That is an exceptionally large number. But these missiles, I think, are designed to test Ukraine's increasingly perilous air defenses. 俄罗斯显然想测试基辅的防空系统，这次攻击也导致多栋建筑起火燃烧，还有公寓被炸烂，不少住户至今仍受困瓦砾堆。 Повністю зруйновані будинки. Тут всіми завалами люди. 救难人员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救出这名幸存男子。而根据现场遗留的炮弹碎片，乌军指控这次俄罗斯还使用北韩提供的 KN-23弹道飞弹攻击。 在攻击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社群媒体上 po 文，要普京快停手，不然每周都会有5000名士兵被牺牲。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川普虽然说不开心，但回过头又说普京没有占领整个乌克兰，已是某种让步。乌克兰民众则是怒火中烧，感觉又被普京耍弄。 Типа перемирия,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на Пасху, это было просто, чтобы накопить силы. И сегодня вы же видели, сколько сегодня летело и сюда, и по Украине. Я не бачу зараз сильного тиску на Росію і нових якихось сильних санкційних пакетів. 原本正在南非出访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为此紧急回国。他认为俄罗斯根本没有感到压力，俄乌停火恐怕还是遥遥无期。老师怎么看？你知道我们有一位。 这个蓝营里头带动反大罢免的领衔人，或是就主要人物，他妈妈常常会讲一些让他难堪的话，所以他说他有时候想起来，我妈是不是对方的妈妈？以此类推啊，我觉得泽连斯基晚上的时候恐怕会想说，这个川普啊，是不是普丁的儿子？有可能啊，普丁所有的发言，那个川普所有的发言。 其实大部分都站在普丁那一面，所以啊，这个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单独作战，而需要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支持你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是不是有评估美国会进来会来帮我到什么程度，会介入到什么程度，他最后会不会出卖我？ 而讲他出卖我是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看起来，如果泽连斯基早知会有今天这个川普的态度，恐怕他也没有想到川普会当总统，他也没有想到川普是这样的一个人。好，川普是什么的一个人呢？我就借用昨天这个克鲁曼讲的，他说川普是一个好发狂言、其实懦弱的恶汉。 啊，这个给我很大感想啊！这是3个恶质，一个狂言，一个懦弱，一个恶汉，3个特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台湾比这更惨了。我们台湾啊，蓝绿的侧翼或者名嘴，好发狂言；我们国民党的党中央懦弱，还有我们民进党的府院党，通通是恶汉。你看，我们3个特质遍布在3个党的一个朝野。 每一个城市都有，更惨哦。那现在问题是，川普上来以后，他最得意的就是说他可以处理以哈跟俄乌之战，结果这2样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他没面子，而且没办法下台。所以他现在以川普这种为人啊，除非你说好了，我觉得台湾呢要处理跟川普的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台湾是你的干儿子。 你不要太在乎我赚的钱，我赚的钱就是你的钱嘛，要做到这种程度啊，川普才会100%真的是把你当自己人，要不然他今天得到的东西，明天就不算了哦。而且现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到底美中有没有在谈判，连这个都2个人都讲的都不一样，这个有什么好评论他的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拒谈川普。 我们本节目从今天开始拒谈川普，因为谈他有什么用？他明天就改了，少了很多乐趣，你知道？川普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他。CNN 就说嘛，刚刚老沈讲的 ，CNN 讲的没错哈。川普认为停火比想象中困难，感到沮丧。他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有什么招了哈。然后那兄，刚才讲说川普的个性是举例我们讲这个川普的关税好了。
我曾经提过，在统计学上有个名词叫 random walk。random walk 讲白了是什么意思啊？就喝醉酒的人，他下一步会是什么？你猜？没人知道，往前、往后，还是往左、往右都不晓得，随意走，随意走哈。所以川普，你看啊，他现在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听听就好了哈。而且这个醉汉啊，我们讲这个醉汉。当他慢慢酒醒了，他会回归到比较正常一点。问题是，他当快醒的时候，他会不会再喝酒？你也不知道啊。我们看俄乌战争，如果说美国把他的利益也摆在里面去谈，但复杂度当然就比较高。如果他纯粹站在公益的这个正义的这一方面，也许比较好谈。或者我就是偏你俄罗斯，我也比较好谈；我偏你乌克兰，我也比较好谈。问题不是他把自己的角色弄得很模糊啊。尤其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赵大哥讲的那个影片呢，打基辅的那个火箭啊，有北韩字。北韩的工业军火工业哈，不讲军火工业还蛮强的，它的铁路就经过这个西伯利亚就直接运过去了，它会越打越旺哦。如果说乌克兰没有美国的或欧洲的支持，欧洲支持其实啊杯水车薪了，没有美国的支持，它仗是打不下去。问题是现在还要看一个角，如果说这个最后的和谈是定输赢，如果说定输赢的话，有一个苏方的那个领导人就要下台哦。所以这个谈的相对的复杂度是比较难的哈，但是美国要先把自己的利益抽出来，这个问题比较好谈。不太容易了哈。基本上就是说，我在想哈，老沈刚刚说如果泽伦斯基早知道会不会打，我认为开始双方都误判了。战争的可怕就是这边，大家都以为我会赢，普丁以为我3天你就投降了，我一来你们就投，我当时打克里米亚你们没有反对啊，那这个泽伦斯基以为说，拜登在后面支持我，美国在后面支持我，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这可以干下去。就我想普丁也没想到一干了3年，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乌克兰是蛮勇敢的，乌克兰人那个抵抗力是蛮强，蛮值得佩服的了哈。但是呢，不行了，你那么小，你跟他怎么打呢？你后继无力啊，所以只有靠美国啊。那欧洲那边也是基本上这个帮助有限嘛。那没想到换一个川普就要跑了，没有耐心了。所以呢，基本上双方。如果俄罗斯知道会打3年，他当时会不会那么轻易发兵？我也怀疑。但是如果泽伦斯基知道说打到今天搞成这个结果，美国又跑了，他那时候会轻易说我要加入北约，偏偏就要等于挑衅你，我也怀疑。但是经常战争就是双方误判，误判的结果就今天这个结果。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现在中国跟美国各说各话啊。那川普昨天讲说，我们这2个礼拜每天都在谈呐。然后记者就问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川普说你们在谈呢？因为这东西不是你单独讲话，大家中间有人会问来问去，特别是媒体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谈什么？无稽之谈，根本没谈。”川普今天还讲早上还谈了不错，是不是到底谈了没谈所以无稽之谈没谈。那边说有谈那甚至呢，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叫做郭家坤说，都是假消息，没磋商也没谈判，根本没有那另外呢，这个美元还是下跌因为美元大家不相信美元卖美元卖美债所以到底谈了没有？所以媒体说，投资人选择相信北京，就没谈嘛如果谈的话就会涨不过美国股市已经连涨好几天了那另外呢，这个北京的招不买你美国牛肉去买澳洲牛肉，同时呢，现在要从中东进口天然气本来从美国进口不少，现在从中东进来，不买美国天然气，所以呢，全球市场恐怕洗牌了。什么意思？就是大陆想跟谁买，就有改变嘛以前大陆呢买澳洲龙虾，龙虾很贵，大陆不买澳洲龙虾，龙虾价就下跌了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外国媒体说呢，现在彼此在等对方谁打电话嘛，说可能看起来川普要先打电话，习近平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所以呢，习近平已经决定硬杠美国
而且不给自留余地，就干到底。这点大陆是不太一样，大家不太了解大陆。大陆要做一个决策不容易的，一旦做成决策，要他改也很困难的。不像川普每天可以改而且自己很得意说我是有弹性的，我是有弹性的。所以呢，这个就像比如92共识，你就讲说改啊，你改他根本不会改的。因为他不是一下做的决定，他从下到上层做决定，好几年时间做的决定，要叫他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说习近平说改就改的所以他那个体制，这个跟西方国家不一样。那日本媒体说，川普很担心明年的期中选举，11月435个众议员全部改选了，任期2年，100个参议员选1/3改选了，州长也要改选不少那大陆为什么很冷淡？习近平不用选了，他明年也不选了。那我看你怎么选了？就是说我不急你急不是我急，所以他已经把这个连制度上的弱点都把你这个找到了那王毅到见瑞士外长去访问北京，他说不能让世界退回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弱肉强食了不可以这样。美国你很强，你就要欺负全部，不可以怎么变成大陆出来讲这个话呢？以前这美话是美国人讲的，现在变成美国人好像变成是去欺负别人的了那大陆外交部说，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说中国因为太依赖出口了，影响世界。美国外交部说出口是怎样？是你们关税乱加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川普希望能够组成一个抗中贸易集团，就是川普拉日本、拉南韩，然后拉越南、拉印度这些国家呢来打中国。那日本呢这个拒绝了。所以我们都要做生意吗？我们又不是只跟你做生意所以呢，这个 G7 峰会后，日本、美国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不知道那另外呢，这个大陆的财政部长在美国参加 G20 的财长会议了所以到底会不会见美国的财长，现在还不确定。参加会议当然都会见面，要不要单独再谈，目前还不确定不知道。如果见面，就是最高层的这个首长的会谈那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说，全世界都不敢去抵抗川普，只有中国敢，还有加拿大敢。加拿大当时也提出很多什么不给你什么电纽约那边3州不给你电你加我25%关税，我也加你28%关税，只有中国跟加拿大，其他都不敢。我们看一下，这些都是假消息。据我了解，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针对外媒不断释出中美已经私下进行关税磋商谈判，大陆外交部直接说这都是假消息。正巧在此之前，美国前驻中贸易代表安凯宾指出，因为美方贸易团缺乏明确授权，而中方目前也都还不知道该找谁协商。联合国安理会的非正式会议上，美中两国代表正面互呛，现场80个国家参与，而中国联合国代表傅聪喊话要国际社会共同抗美。至于美国派出亚裔代表吴婷以中文发言，说这根本是表演性操作，大呛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大陆央视报道释出委内瑞拉以及丹麦现场对美表达不满画面，美中关税战让联合国会议宛如成了分手擂台的互呛现场。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气候变迁会议上录影表示，全球应该要加强团结。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但历史总会在曲折中前进。虽说主轴是谈国际气候变迁，但这对美喊话味道相当浓厚。My father often stated that the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And he was right, and it continues to be true to this day. In America today, sadly, we are fearful of China's rise. 另外，大陆央视更特别采访了在北京参加研讨会活动的老布希儿子尼尔布希，他身为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认为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令人感到遗憾。好吧，这个大陆商务部召开外资企业圆桌会。所以要共同战胜、保护我们的国家，还有呢，我们挑战单边主义，要战胜单边主义。现在美国变成单边主义了，不是多边了，因为川普就搞单边，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来，廷伟，我觉得现在川普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你说他这个民调有显示出来40%那你说他没有压力是骗人的，毕竟这个民调是一把刀追在后面跑，那后面又有一些选举的一些压力。但是刚刚就像赵先生说的。习近平完全没有这个压力他可以跟你打长期抗争可是可以看到这两边两强相争
就是互不相让。但是呢，川普就很喜欢那种，先放话再谈话。那谈话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想要主导。那中方的意见呢，他就是先否认再观望，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保守。但重点是现在的这些多方的在拉拢各个国家，希望能够一起来抗中。但是到底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日方就已经讲很清楚，他不愿意加入。那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来努力，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跟着美国去做这样单边的一个做抗争。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我们不是以美。我们不要说每一次在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在批评我们叫以美，我们更希望的是中华民国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希望的是不要依赖美国，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以中华民国的最佳的最佳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自己的优势来做一个发展。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华民国应该要好好的去设想。后面我们要谈到的是，到底我们现在面对关税的挑战，我们准备了多少？那我们对于产业的转型、产业的一些补助纾困，后面又会再谈到。其实我正关切的是，因为我在这个关税的部分上，台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受灾户，因为我们台中有所谓的这些机械啊、工具机啊，台北在办展览呢，几乎人家说7、8成以上都是台中的厂商在参加展览呢，所以台中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我们是一定要为他们发声。我们更希望行政院在后续能够更积极的跟台中的产业来做沟通。我们也看到政府部门目前有几场沟通在台中，但是我认为啦，因为最近我们接触到一些劳工的工会团体，他们也觉得说还可以再更积极，因为整体所影响到的整个中部地区的这些产业，甚至是劳工，我们是非常疑虑的。理想。我想绝对不可否认这一次关税战当然对我们中小企业，对于整体我们台湾经济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先讲其实川普确实，我认为他面临到3个压力点。第一个，其实不要看俄乌战争，其实我认为也是川普的一个压力点。为什么他会放话，甚至于扬言这么多次这个可能未来不谈了可能美国不会有角色了等等等等。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他的竞选政见本来他的期待是他连这个就任之前，俄乌战争就会停止了。那就任之后他有提到说限期内会改善等等。但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他个人的一个诚信问题、政治诚信的问题。当然，其实另外也牵涉到他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斡旋这场战争结束。所以我认为，其实当然乌克兰的筹码是什么，美国筹码是什么，俄罗斯筹码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有所把握了。但重点还是说，大家不要低估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内政整体的影响。第二件事情讲到这个经济的部分，其实我是这样认为，川普有很短的时间达成这个经济的成效。其实刚刚已经有几位提到，美国明年11月就期中选举了，11月前大概有3、4个月，至少3、4个月，整个大选就已经开打了。那你在选举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让美国民众看见这个我的贸易关税战等等所带来的产业复兴甚至于资金的一些回流等等，那这个部分当然对于共和党、对于川普人也会是一个压力点。那当然这个2个带到就我刚刚提到了。接下来美国一定会举行选举了，那选举是明年期中选举11月，但事实上再过1年，共和党自己内部未来针对2028年的总统选举、总统初选也要开打了。虽然川普现在自己的网站上也开始卖川普2028这是个帽子，但是美国宪法是有它的局限在，是有它限制在的，所以这个部分当然都形成我们未来应该掌握的一个趋势。但最后只回到贸易战讲一个部分就好，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各国都在因应这个没错。但是如果有国家认为说好，我就不去理他，我等到美国内部的情势让美方去收手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风险，甚至我觉得台湾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风险哈。所以其实即便你看现在有媒体报说，中国其实不想谈，美国在谈，但事实上包括几个小时前，路透社又悄悄报另外一则新闻，说中国已经准备悄悄的放宽部分美国商品进口的关税，就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医疗设备跟那个化学，他认为中国的产业链也需要，所以你说真的没有在谈，我也不相信。我觉得各国多多少在此时此刻也都会去思考如何去避免90天之后被关税持续的影响。对双方影响都很大了，双方都受伤很重了。只是说呢，到底谁能够忍受，谁不能忍受了？大陆的厂商说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因为呢，美国那个卖场里面的库存2个月就已经卖光了，而且美国还在抢所以呢，我们在坚持在后面。我们看呢 ，Fox 是亲川普的这个电视台不像 CNN 号称中立 ，Fox 是亲川普的。
Fox 的川普现在满意度只有44%。你看，同样的在100天啊，100 days 哈，布希有63%的满意度，奥巴马62%的满意度，川普第一任只有45%的满意度，拜登都有54%满意度，川普的第二任只有40%，比他第一任还糟。这是亲他的这个电视台。昨天我看到4个民调，美国有4个民调，川普都大幅下降，哦，都大幅下降。那这个尤其我们看他们在分项调查哈。分项调查呢，就是说，满意超过40%以上的，只有这个边境移民然后呢枪支然后这个外交政策超过40%，其他的包括经济这个税收、关税、通膨都满意都低于40%，不满意都高过50%，看到没？所以它几乎是乏善可陈呐。然后川普现在火了，所以呢，梅朵早就想把假的民调给他撤走，他不讲他自己，因为 Fox 是梅朵的，是梅朵的，那也算他好朋友。他说这都是假的，我哪有那么差，我好得很，民调是假的，都是假的，休息一下再回来。